中国不贵。4月29日，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一支名为《不贵》的视频，慷慨激昂地宣称屈从霸权如同饮鸩止渴，誓言绝不向美国低头。然而，仅仅一天后，4月30日，外交部却宣布解除对5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，主动向欧盟示好。与此同时，北京悄悄豁免了对美国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关税，包括芯片、医疗设备等130多种高端产品。这哪里是不贵？分明是明着贵欧盟，暗里贵美国。北京的嘴硬与心软形成了刺眼的对比。北京一边高喊不贵，一边却在贸易战的夹缝中步步退让，暴露了内心的虚弱与无奈。中国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世界工厂，如今却在美欧的双重压力下，经济命脉被掐住，民生凋敝，未来堪忧。这不仅是一场贸易战，更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生死博弈。而北京的选择正在将中国推向更深的深渊。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，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 GDP 增长率仅为 4.7%， 远低于疫情前的 6% 以上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之一，2024年对美出口额下降了 8.3%， 直接导致沿海地区工厂订单锐减，失业率攀升。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，让中国出口企业苦不堪言。2024年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约为4389亿美元，主要集中在电机、电气设备、机械器具和家具、玩具等低端产品。这些商品大多是可替代的，美国消费者完全可以转向越南、印度等新兴市场。川普政府甚至推出了针对汽车等高关税商品的退税政策，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商品的竞争力。反观中国，从美国进口的1435亿美元商品中，高端产品占比极高，包括矿物燃料、机械器具、精密设备等。这些产品是中国制造业和医疗行业的命脉，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来源。中国悄悄豁免了芯片、疫苗、飞机引擎等130多种美国商品的关税，正是因为中国根本离不开这些命根子。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所言，北京的关税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，中国可能很快失去1000万个工作岗位。为了应对美国的压力，中国试图拉拢欧盟。4月30日宣布解除对5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，试图为欧中贸易谈判铺路。然而，这一下跪式的让步并未换来欧盟的青睐，反而暴露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无援。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直言，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依然复杂。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的让步是选择性修补外交管道，无法解决欧中经济关系中的深层问题，比如中国的产能过剩、市场扭曲以及欧洲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。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高达3900亿欧元，创历史新高。欧盟早已不满中国的倾销行为，近期还对中国的电动车、太阳能板等产品发起了反补贴调查。更致命的是，北京试图通过贵欧盟来分化美欧阵营，却忽略了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高度一致。美国正在推动俄乌停战谈判，而中国却试图搅局，这让欧盟对中国的不满进一步加剧。欧盟完全可能效仿美国，对中国发起更严厉的贸易制裁。北京的下跪不仅没有换来喘息的机会，反而让欧盟看清了中国的虚弱，坚定了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决心。中国外交部高调宣称不贵，却引发了网友的冷嘲热讽。不贵，那可以趴着躺着吗？奴才才会想出不贵2个字。
这些辛辣的评论直指北京的心态表面强硬，内心早已认怂。不贵一词本身就充满了自卑与无奈。中国古代，臣子要跪君王，晚辈要跪长辈，贵是一种尊卑分明的象征。如今，中国却将美中之间的对等谈判形容为不贵，无异于自降身价，把自己摆在了附属国的位置。回顾2021年，北京还曾宣称要平视美国，如今却沦落到不贵，这种落差不仅令人唏嘘，更暴露了北京的自惭形秽。除了不贵，北京还抛出了持久战的说辞，试图以拖待变。然而，这不过是北京在贸易战中的又一次自我矮化。持久战出自毛泽东抗战时期的文章，表面上是战略高明，实则是承认对手过于强大，只能拖时间等待转机。如今，北京再次祭出持久战，等于承认自己打不赢贸易战，只能苟延残喘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，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 4.3%， 而美国经济预计仍将保持 2.5% 以上的增长。中国的持久战不仅拖垮了出口企业，还让普通民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2024年，中国城镇失业率已攀升至 5.3%， 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 15.3%。 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，物价上涨，中国的经济命脉正在被一点点耗尽。贸易战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的制造业。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订单锐减，大量工厂倒闭或裁员。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新增失业人口超过800万，其中制造业工人占了一半以上。广东、浙江等出口大省的中小企业破产率高达 30%， 许多工人被迫返乡或转行送外卖、开网约车。贸易战还推高了中国的物价。2024年，中国 CPI 上涨了 3.8%， 创下近10年新高。食品、能源等基础商品价格飙升，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急剧增加。以猪肉为例，2024年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公斤40元，同比上涨了 25%。许多低收入家庭不得不减少肉类消费，甚至连蔬菜都成了奢侈品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。2024年全国房价平均下跌了 8.5%。对于许多将毕生积蓄投入房产的家庭来说，资产缩水让他们彻底失去了翻身的机会。经济下行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，还有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。2024年，全国范围内发生了超过2000起劳资纠纷和抗议活动，同比增长了 40%。从工厂罢工到农民抗议土地征用，底层民众的愤怒正在不断累积。而中国的维稳机器却愈发高压。2024年全国维稳经费高达 1.4 万亿元，超过国防预算。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直言喊着不贵，结果老百姓贵得最惨。红色家族的豪车还在跑，工厂的机器却停了。这些声音虽然被迅速删帖，但却反映了民心的真实温度。贸易战让中国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，而北京的下跪政策只会让民众的苦日子雪上加霜。中国寄希望于持久战，但时间却站在美国一边。随着全球供应链加速从中国转移，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等国家正在迅速填补空缺。2024年，越南对美出口额增长了 15%， 印度增长了 12%， 而中国却在苦苦挣扎。川普政府预计在2026年前完成大部分供应链的转移，届时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将彻底动摇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快速消耗。2024年，中国外汇储备从 3.2 万亿美元下降至 2.9 万亿美元，
创下近10年最低水平。面对贸易战和资本外流，中国的弹药越来越少，一旦外汇储备耗尽，中国经济将面临全面崩溃的风险。欧盟的觉醒让中国的处境雪上加霜。2024年，欧盟通过了外国补贴条例，加大了对中国企业的审查力度。德国、法国等国还计划在2025年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额外关税。欧盟的强硬态度表明，北京的下跪策略不仅无济于事，反而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孤立。最致命的威胁来自国内，贸易战导致的经济危机正在动摇北京的执政根基。2024年，全国范围内的网络审查力度加大，删帖和封号数量同比增长了50%。然而，民间的愤怒却无法完全压制。一旦经济进一步恶化，社会动荡的风险将急剧上升。总结一下，北京的不跪口号不过是掩饰虚弱的遮羞布。在贸易战的铁拳下，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。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，物价飞涨，普通百姓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而北京的选择，明跪欧盟，暗跪美国，不仅无法挽救经济，反而让中国在国际上颜面尽失。中国需要的不是持久战的拖延，也不是下跪的屈辱，而是真正的改革与开放。只有直面问题，打破僵化的体制，中国才能在全球博弈中找到立足之地。然而，北京的短视与自保，让这一希望变得遥不可及。未来，中国将何去何从？答案或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。